你是否还在使用 MT4、MT5 自带的简陋报告，只盯着净利润，却忽视了其他更专业、更全面评估策略的角度？今天我就带你解锁一款能够扒光策略底裤的神器 Quant Analyzer。它不仅能够生成专业全面的分析报告，还能测试权益曲线控制对于你策略的一个魔改效果更能够带你玩转专业的交易员都在使用的这个蒙特卡洛模拟甚至它可以帮助你自动的去组合出最稳健的策略投资组合当然它也可以帮助你找到最适合你策略的资金管理方式。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就开始详细看一下QA 这款软件虽然我之前也在视频中零星的去介绍过这个软件但是都不够完整我最近呢在做这个内部课程的教案时发现QA 这款工具大家对于它的理解它的使用上还是不够全面并且很多频道的一些听众也对于这款软件究竟要不要付费它的付费功能上有一些疑问所以我决定对于这款软件就做几期视频来详细看一下它所拥有的这些全部的功能这样大家后续也可以根据具体的这个关键词来进行搜索，来了解相关的这些功能点所以没关注的同学也可以点个关注这样就不会错过我后面的视频了。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先声明一下我所演示的这个版本的话是 QA 的Pro 版本那么如果你没有付费的话，你就是只能使用 QA 的这个免费版当然免费版也是可以用的足够你用了它也就是有一些进阶的功能点上是这个 Pro 版本它才可以用的，或者说 Pro 版本是没有阉割版的那么官方呢也是有针对于这两个版本做了一个具体的区别的一个介绍比如说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功能可能你免费版的话它会给你限制成为30%的交易才会用来分析或者说就是限制你的这个可以用来分析的策略数量只能为4个，所以怎么选择呢？就是看个人的需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助你去做这个决定那么官方的这个 Pro 版本它售价是349U也就是2500 RMB但是我对于目前我们这个内部课程的学员是免费提供 Pro 版本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叫什么Portfolio Master 这个投资组合大师的功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比较重要的。好，那么我们开始首先我们打开这个软件呢，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它罗列了一些它支持的哪一些平台的这个交易报告它支持的这个平台是比较多的像常用的我们这个 MT4 MT5 包括这个什么 C Trader 它都是支持的并且像这种 TradeStation Angel Trader、MultiCharts 还有这什么MetaStock 这种国外使用比较多的平台它也是支持的当然如果你所选用的这个量化平台它比较冷门，它这里都不包含的话，那么你也可以使用它特定格式的一个 CSV 文件来进行上传不过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所采用的平台它这里面其实都已经包含的有了那么使用这个软件呢，第一步当然是要喂给它你的这个交易报告我们这里就拿这个 MT5 来进行举例我们跑完这个回测，比如说我们跑完这个回测之后呢，跑完之后就可以在后台测试这个页签中，我们右键打开图表，然后选择这个 HTML， 我们点击它就可以导出这个 HTML 格式的报告那么比如说我今天用来举例的这个策略这是一个集中在日元上就是专为日元所开发的一个交易策略我们可以把所有日元相关的
这些市场都回测一下，比如说美日啊、欧日啊、磅日啊这些都可以回测一下啊。回测之后就是导出它的这个 HTML 的回测报告啊。当然我这里为了节约时间啊，我是已经提前保存好了所有日元相关的这个回测报告啊，包括这个日经指数的啊，我也保存了啊。虽然这个策略在日经上的回测结果是有点拉胯的啊，但是正好拿来做这个反面教材啊。好，保存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 QA 上方的这个菜单 Load Report 来去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报告都导入进来啊。比如说我们举例啊，导入这个，那么点击之后它会弹出一个框啊，就是让你做一些选择啊。基本上我们不太需要额外的进行设定了啊，它可以自动的去读取我们报告里面的信息啊，所以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Continue 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它就保存进来了啊。因为我这里已经提前保存过的啊，所以它名字上就已经重复了啊，我已经提前导入过的。好，那么导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在下方这个 Data Bank 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QA 帮助我们计算的这个策略的不同性能指标下的一个具体数值啊。比如说我们常看的这个 Return DD Ratio 啊，这个风暴比啊，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指标啊，它是涵盖了收益和风险啊。当然，如果这里面的这个指标你觉得还不够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 Manage 这个按钮啊，可以从这里面去选择QA 给我们提供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性能指标啊。比如说这里的这个停滞期啊，也就是策略不赚钱的时间，那么它在这个 MT5、MT4 平台上就是没有的，但是 QA 是可以帮助我们计算出来的啊。包括这个对称性也是同样的啊，这也是评估我们策略是否稳定的一个关键指标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停滞期的一个占比啊，我们点击这里的这个符号，它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里的这个 Data Bank 的列之中。我们加入进来之后，点击这个 Save Changes， 它就保存了。然后它的最末尾就会出现一个关于停滞期百分比的一个列啊，我们可以点击它进行排序啊。这个占比的话，当然是越小越好啊。但是我们看日经的这个停滞期高达64%啊，也就是有64%的时间，日经它都是在摸鱼躺平啊。那么在这样的品种上执行这个策略，它对于我们持仓的心态考验就比较大啊，所以建议就是就不要运行这个品种了。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一个最常用的功能 Analyze 这个分析模块啊，我这里以一个投资组合的视角去进行讲解啊，因为它内容会更多一点啊。那么这里的话 QA 会直接展示出我们这个策略最直观的一些数据啊，告诉你这个策略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啊。大家所看到的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策略的总体的一个体检报告吧啊，上面会展示我们的这个净利润啊、年化报酬比啊、夏普比例啊，包括这个什么盈利因子啊、Return DD Ratio 啊、胜率啊，还有这个是什么？每日的平均净利润、每月的平均净利润，还有每笔交易它会给我们带来的净利润啊，包括这个 SQN 的评分啊，它都是帮助我们计算的非常清晰了。包括中间这一块内容也是同样的啊，但是其实我们最常看的其实还是这块，还有最低列啊这几个数值，这是我们最常看的啊。然后最下方的话，这有一个表格啊，这是一份详细的月度成绩单啊，它会清晰的展示出这个策略在过去的这几年里，它每个月的一个盈利和亏损的情况啊。那么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就可以一眼看出这个策略究竟有没有明显的这个什么水土不服期啊。比如说，是不是每个月的这个3月份它都亏钱啊？那么找到这个亏损的月份之后，我们就可以去
K 线上去复盘，看一看是不是市场只要到了那个月份就会出现明显的不符合策略逻辑的一个价格形态，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修改我们的策略逻辑，看能否剔除这一部分价格形态啊。另一点就是大家可以观察它的盈利是不是持续的、稳定的，是不是那种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的那种策略啊。那种策略的话，其实我们实盘的时候对于心态的考验是同样非常巨大的。那么如果你像我这里选择的是这个投资组合的话，那么它左上角这还有一个下拉框啊，你可以去切换这个策略在每个品种上的表现啊，单独去看它究竟是怎么样的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这里的这个多空方向啊，去看一下这个策略是否是适合做多，还是适合做空，还是说多空都适合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策略啊，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死多头啊，它是一点空都不做的啊。不过这也非常合理啊，因为如果你想开发一个在日元上所有的这个交易品种都能够是正收益的策略啊，那么它就会呈现出一种对于多头呈现出一种趋向性啊，呈现出一种偏好啊，那么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这是这个 overview 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交易明细，这里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一笔一笔的去看这个策略的具体的执行情况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什么开盘时间、开仓价格、size 什么之类的啊。这个 size 的话，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排序，从大到小的一个排序啊，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策略它执行期间最大的一个手数是多少啊？你根据这个手数的话，你就可以判断出，你如果未来实盘要运行这个策略的话，你究竟最少需要多少的保证金啊，才能让你开仓顺利啊？还有就是这个持仓的时间啊，也可以看出你的策略究竟是快进快出的这个日内短线，还是说需要持仓好几天的这种波段交易啊。这也是帮助你判断策略的实际行为和你当初预设的、当初想设计的这个想法啊，有没有跑偏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啊，这个什么权益曲线啊。我这里是以一个投资组合的视角来进行举例啊，所以上面的这个资金曲线会比较的多啊。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观察这个曲线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斜率以及这个策略的停滞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策略它有273天都几乎是处于一个躺平的一个状态的啊。那么这里就是让你评估，当你面对策略连续几个月甚至半年都不创新高时，你还有没有信心能够执行下去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就干脆不要上架这个策略啊。包括这里的这个drawdown啊，这个回撤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上架策略之前，一定要评估你能否接受这个回撤的幅度。如果这个幅度你都觉得看的这个心惊肉跳的话，那么你还是要趁早放弃这个策略啊。因为实盘的话，是一定会突破这个幅度的啊，是一定会的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叫什么交易分析界面啊，这里面就充斥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饼状图啊、柱状图啊，花花绿绿的啊。那么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它就是把我们主要就是把我们策略的一个总盈亏按照不同的维度啊，比如说时间啊、周期啊、多空方向等等等等啊，全部的去拆开了、揉碎了给你看啊。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让你彻底看清你的这个策略，它的利润究竟来自于哪里，亏损又来自于哪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持仓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的话，它基本上如果持仓时间大于16天，或者说大于30天的话，那么它的最终就会以一个大概率情况会以一个盈利进行出场啊。如果持仓时间小于16天的话，那么它大概率就是一个亏损的订单啊。然后再接下来这里的话，它设置的就是一个初始本金啊，就是测试在不同的初始本金下策略的一个表现如何啊。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它的这个各种百分比的值的话，它计算的还是比较小的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误区是 QA 它怎么去把所有的策略新建成为一个投资组合呢？它新建的这个投资组合，它所使用的这个初始的入金的话，它是把所有的这些策略的一个初始入金加总起来啊，但是实际情况下我们其实并不会啊。那么一个保守的值的话，就是按照单个策略的一个初始本金来啊，但是更保守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应该根据这个策略的这个最大手术去计算我们这个初始本金所需用的一个加上我们这个最小的保证金而得出这个初始本金的啊。比如说我们这里使用1万，我们点击这里的这个重新计算啊，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计算按照1万的本金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这个年化报酬比究竟是什么样的啊？这样出来的数值可能是大多数交易者能够接受的啊，并且这样的话也不会浪费我们的这个资金占用率啊。然后再接下来是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相关性的一个计算啊。当然，如果你是单个策略的话，那么这个功能对你来说就是没有用的啊。它是针对于建立投资组合时才会用到的啊。这个待会儿我们讲这个Portfolio Master 这个投资组合大师的时候再去介绍这一块的内容。然后再接下来这个 Open Balance 功能的话，它就是让我们审视交易的全过程啊，也就是计算 MA1 和 MF1 啊，就是持仓的最大不利偏差和最大有利偏差啊。然后这一块的概念讲起来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的绕啊，比较复杂啊。如果感兴趣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再单独出一期视频讲解啊。当然这一块用的也比较少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核心模块 Equity Control 啊，就是这个权益曲线控制啊。然后这部分内容可能会稍微进阶一点啊。那么对于一部分交易者来说，这个功能非常重要；对于另一部分交易者呢，又会觉得这个功能非常的鸡肋啊。所以我这里呢，也还是会讲一下啊，大家自行的评估啊。大家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需要注意啊，如果你是免费版的话，你只能是分析30%的这个交易啊，只有 Pro 版本的话才能进行完整的分析。好，那么说如果说我们之前的这个回测啊，包括这个分析报告啊，都是在给策略做这个体检的话，去诊断它这个历史上的问题啊。那么从这个 Equity Control 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它就是一个全新的维度啊，它是给我们的策略安装一个智能的风控大脑啊，去主动的动态的管理它未来的风险。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它允许我们在原始策略上再加一层这个风控的总开关啊。然后这个总开关呢，它不会关心这个 K 线，也不会关心这个指标，它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权益曲线，这个资金曲线长得好不好看啊。加上这个控制之后，盈利比不加可能会得到极大的一个提升啊。那么它就像是你这个在做交易的时候啊，那么你背后站着一个冷静的这个基金经理啊，他会一直盯着你的账户啊。当你的这个状态很好啊，非常火热，持续赚钱的时候，他就会鼓励你，让你放手的去干啊。可是，一旦你开始亏损啊，连续的亏损啊，进入这个回撤期的时候，
它就会立刻过来告诉你啊，兄弟啊，当前的这个市场已经不适合你了，你休息一下啊，暂停交易，就是强制的让你停止亏损的进一步扩大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里有多种不同的这个风控模块啊，5种不同的这个风控模块啊。比如说这个均线啊，均线我们这里以日经来进行举例，因为日经上我记得是比较的明显啊，比较明显，它默认的值应该是20。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屏幕上有3条线啊，蓝色的线是经过了净值曲线控制的线，绿色的线是我们这个策略啊它最原始的一个资金曲线，然后红色的线这是一个原始资金曲线它自身的一个20周期的一个移动平均线。那么净值曲线控制的规则也比较简单啊，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资金曲线啊高于这个红色的线，也就是高于20周期的移动平均线时，才会允许这个策略进行交易啊。但是一旦我们这个资金曲线跌破了这条它自身的这个均线的时候，就说明啊这个策略可能开始亏钱了，可能进入这个回撤期了啊。那么系统的话就会立刻就是拉下电闸，暂停所有的交易啊。所以可以看到这里的资金曲线就是完全的平的啊，就是它没有做任何的交易的啊。那么直到这个资金曲线又重新站上这个均线之后，它才会这个恢复供电啊，就是让策略继续交易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并不是总是有效的啊。比如说这里的话，它加上这个净值曲线控制，明明是一个赚钱的策略，它加上之后反而亏钱了啊。那么所以有一些交易者会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他会针对于这里的这个净值曲线控制的这条均线去做这个参数拟合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有点过于的复杂化了，因为我们开发策略的过程中本身就会做一定的拟合，如果你开发完成之后再去又做一层拟合的话，那么你这个 overfitting 的概率就可以说是高上加高啊。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方式啊，但是有人可能会看到这种投资组合的这种方式啊，会觉得很有用啊，因为你这个策略原始的是这个3万1啊，然后加上这个净值曲线控制之后，它来到了这个多少5万5，看起来好像是极大的发挥了这个策略的优势啊，包括它这里的这个盈利因子也有所增长啊。但是呢，我还是不太认可啊，因为本身你在选择这个不同的这些风控模型的时候，或者说不同的这个周期数值的时候，它就会陷入一种比较危险的曲线拟合啊。那么我再引用一下这个领域专家级别的人物啊，他叫做这个什么鲁杰罗，他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他认为这个净值曲线控制啊，可能只对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策略才有效啊，就是那种具备策略依赖性啊，或者说叫做序列相关性的策略才有效。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这个策略的这一笔交易的盈亏和上一笔交易的盈亏是有所关联的啊，比如说一个策略在亏损后，那么它下一笔就更大概率会继续亏损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使用这个净值曲线控制去暂停这个交易，可能就是非常有效的啊。但是这只是处于一种理论啊，现实生活中我们开发的90%的这种算法策略，它其实都不具备这种依赖性啊，也就是它们之间的每一笔交易啊，更像是独立的一个随机的事件，其实并不具备什么相关性。所以你拿一个只有10%概率的一个净值曲线控制的一个方法套用在现实生活中90%的策略上，它都是会水土不服的啊，就是大概率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这个功能上，大家究竟要不要用它，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如果你觉得有用，那么你就用啊；你觉得没有用，那么你就干脆就不要看它啊。
90%的交易者都用错了交易报告。我们会以为这条曲线就代表了未来，但其实这只是上帝给你发的无数种排序中运气最好的一种而已。今天我们就用蒙特卡洛模拟带你的策略去100个平行宇宙里闯一闯，看看它在运气不好的时候会不会亏到破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继续认识 QA 下一个功能蒙特卡洛模拟啊。不管你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还是刚写过几个策略的新手，我们上架策略之前始终会有一个终极的灵魂拷问，就是我的策略是不是过度拟合了？这个漂亮的曲线未来会不会崩盘？那么今天我们就用量化领域的终极照妖镜蒙特卡洛模拟来科学的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什么是蒙特卡洛模拟？先看官方的原话解释，蒙特卡洛分析或模拟是一种可以帮助你更现实的评估交易策略的风险和盈利能力的技术。简单的说，蒙特卡洛结果将根据统计数据为你提供系统的估计性能，它可以帮助你确定你的策略是否稳健，帮你评估运行这个策略大概率赚钱的时候你会赚多少，亏钱的时候你会亏多少，以及你是否应该交易这个策略。听起来很高大上啊，原文也充斥了各种名词，但是其实我们不用懂那些复杂的概念、复杂的这个数学关系啊，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比喻啊，就是 QA 的蒙特卡洛模拟就好比是给你的这个策略啊，用不同的方法重新发牌了100次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历史回测啊，它只是这个上帝发给你的一种固定排序，而蒙特卡洛模拟它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些随机化的洗牌手段啊，那么比如说这里的这种打乱交易顺序，或者说是随机的去扔掉多少%的交易，使用这种方法去模拟出100个不同的未来，或者说100个不同的平行宇宙啊，然后我们观察我们的策略在这些不同的这些平行宇宙中表现到底有多么稳健。当然了啊，这个蒙特卡洛模拟啊，它远不止于局限于这2种方法，还有很多啊，比如说随机的这个模拟交易品种的历史数据啊，模拟 tick 数据，或者说模拟 K 线的这个开高低收的价格啊，让他们随机的进行变化，看看这个策略在这些变化中还能不能盈利啊，或者就是模拟点差呀，模拟这个滑点啊，模拟这个策略参数的变化等等等等啊，就是去考验当我们的策略面对未来随机的各种变化时，它的交易优势还能否存在啊。当然这些内容不属于 QA 的内容，我会放在这个内部课程中啊，因为即便我在这里讲了这些方式、这些原理啊，但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是你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啊，所以我们这里还是就以 QA 目前已有的功能出发啊。好，那么我们这里就以一个投资组合举例啊，这里就是填写它的一个模拟次数啊，我们这里就以200举例啊，因为太少的话没有效果啊，太多的话跑起来又很慢啊。然后你勾选右边这2个选项啊，把它们勾选上。然后第一个选项，它的意思就是随机的去打乱我们原始策略的交易顺序啊。那么它提供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就是这个精确法，也叫排列法。那么它的原理就是，假设你的这个策略历史上有1000笔交易，那么排列法会把这一模一样的1000笔交易作为一个整体啊，然后把它们的这个前后顺序啊完全打乱，来生成一条新的资金曲线啊。那么这种方法模拟后的交易总数、总盈利、总亏损、平均盈亏等基础数据和原始数据是完全一致的啊。那么做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的策略表现是否会严重依赖于历史上那种特定的盈亏顺序，这是第一种啊。那么第二种的话就是重新采样法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会更进阶一点啊，但是对待这个策略的残酷程度啊，也会更高一些啊。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为一个从一个这个抽奖的箱子里面有放回的重复抽奖啊。那么它的原理就是，同样假设我们有1000笔这个历史交易，重新采样的这个方法啊，它会这么做啊，就是从这1000笔交易中随机的去抽取一笔，然后记录下来，然后把抽取出来的这笔交易记录下来之后，它再放回这个抽奖箱啊，然后一直重复这个步骤，抽取，然后记录，然后再放回去，然后再抽取，再记录，再放回去啊，一直重复这个步骤，重复1000次，那么就组成了一条新的同样包含1000笔交易的一个权益曲线。那么它的特点就是有放回的抽样啊，所以新的这个交易序列中，一些原始交易可能会被选中好几次，而另一些这个交易可能一次都不会选中啊。所以这种方法它所生成的这个模拟结果可能会出现比历史上更极端的连续盈利或者说连续亏损啊。那么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测试这个交易顺序的一个影响啊，更是测试策略本身它这个盈亏的统计特性是否足够稳健。它是在解决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如果未来市场的出牌规律和历史的统计性类似，那么我的策略会遇到多差的情况，也就是我策略的一个最差的，它一个下限究竟在哪里。那么这两种方法，第一种这个排列法是必须要做的，而这个重新采样方法它是属于更进阶的啊，也是更严格的，所以具体怎么选择啊，看你自己啊。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随机的扔掉固定比例的一个交易啊，这个解释起来就简单的多啊。那么他在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实盘运行策略的时候啊，我们肯定是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我们有一些交易啊，它就是没有做到啊。因为即便是我们做量化，也还是会错过一些订单的啊。所以它这里就是在模拟出现这种情况时，对于我们的绩效究竟会影响多少啊？所以它这里填写的就是一个剔除的比例啊。好，它设定上就是这么简单啊。然后设定好之后，我们点击运行啊，多点几次也没有关系啊。好，那么第一张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200次模拟后的一个压力测试表啊，它会告诉我们在不同的这个置信水平下，我们策略表现的一个底线在哪里。我们来看最关键的几行数据啊，首先是第一行，它是我们的原始数据啊，它的净利润是31266，它的最大回撤是3400啊，这是我们最理想的，并且可能带有一点运气成分的一个结果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95%置信水平啊，那么它的这个净利润就变成了26883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在这200次的随机模拟中，有95%的结果都比这个26883要好啊。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以有95%的信心认为策略在未来的真实表现至少能达到这个水平啊，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一个更加保守的、更贴近于现实的一个盈利预期。再看100%的一个置信水平啊，这是最极端的、最悲观的一种情况啊。那么我们的净利润就只剩下
4000多啊，而它的这个最大回撤的话也是来到了5600，这就是告诉我们，在运气最差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面临的盈利的一个下限和风险的一个上限啊，就是你必须要为这种情况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和资金上的准备啊。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其实看的都是95%的信赖水准啊。包括这一行 QA 也是给我们高量选中了啊，因为官方也是推荐95%的信赖水准的。但其实还有一个角度啊，也是我们评估策略的一个底线啊，就是这个 return TD ratio 啊。常规的话，我们就是以95%的信赖水准所对应的这个return TD ratio 去评估自己是否能够接受这个成绩啊。当然，这里的话，可能因为策略的原因啊，它相比较原始的结果反而有所提升啊。那么这个数值它有一个底线，就是95%的这个信赖水准所对应的这个 return TD ratio 不能低于原始的一半。比如说原始的是 9.12， 它的一半的话就是 4.56， 也就是这一块的数值你至少要大于 4.56 才属于一个堪堪及格的一个程度啊，就是一个底线啊。当然具体的还是要看你个人对于这个风险的要求和盈利的要求啊，你去评估它这个成绩是否能够令你满意啊。如果这个数值你都有一点犹豫啊，那么这样的策略你最好还是放弃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过于的去高估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啊，所以如果你犹豫了，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放弃这个策略。好，那么这个表格啊，这份数据报告它是这个很理性的啊，但是不够直观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个页签啊，也是整个分析中最具这个视觉冲击力的一项啊。那么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几百条五颜六色的线啊，它们是什么啊？它们就是我们刚才模拟的这200个平行宇宙里我们的策略的一个资金曲线啊。它的每一条都代表的一种可能的未来啊。那么这几百条曲线组合起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啊，就代表了我们策略未来的一个大致方向啊。如果这个整体它是坚定的都向右上角进发的啊，那么就恭喜你啊，你的策略大概率是能够持续盈利的啊。而这条最明显的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啊，就是我们原始策略的一个历史回测啊。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原始的历史回测它不再是那一条唯一的完美的一个圣杯曲线啊，它只不过是这几百种可能性中表现相对来说还不错的那一种而已啊，它是无法代表全部的一个未来的啊。那么我们除了要看这个整体走势的一个方向外，还要看整体的一个厚度啊，或者说胖瘦啊，因为它会直接体现策略的一个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啊。如果你的整体啊，这个整体它是偏胖的，就是比较宽啊，那么就说明这里面的这个结果有好有坏，它差异比较大啊，未来这个不确定性就比较高。那么如果说你观察的这个整体它属于比较瘦的啊，比较窄的那种啊，那就说明每一次的这个结果模拟的结果都是大同小异的啊，就是侧面的证明了这个策略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可靠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边缘啊，那么最上面的这一条线啊，最上面的这几条线吧啊，它们反映的就是这个策略运行最好的那些情况啊，而最下边的这反映的就是你这个策略啊最差的一些情况啊，它就是把最好的和最差的这些可能性都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评估能否接受。所以它这个功能就是让我们暂时忽略掉原始曲线的完美啊，就是暂时忘掉这个个体，而以一个
全面的宏观的角度去正视未来所有的一个不确定性啊，所有的一个可能性。看到这里啊，你可能会问，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我的账户有没有可能直接亏光啊？就是有没有破产的可能性啊？这个 QA 呢，它是已经帮我们考虑到了，它帮我们计算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破产风险分析啊。不过我记得这个功能还有最后面这个功能，免费版好像是有所阉割啊，但是我记不清了啊，大家使用的时候，自己注意吧啊。好，那么这个功能啊，它会基于我们刚才跑完的蒙特卡洛模拟的一个结果来计算，在不同的这个初始本金下，你账户归零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啊？那么首先大家要注意啊，我们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95%的置信水平下的数据啊，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用来计算的数据是一个更保守的、更贴近现实的一个结果。那么它的第一列这就代表的是我们的初始本金啊，它这里是模拟了，分别从这个17500、35000一直到42万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看不同的启动资金下，你的这个风险状况是怎么样的啊。然后第二列的话，也就是所有项目都为零的这一列的话，它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核心指标啊。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哪怕我们的初始本金是最少的17500啊，那么它的破产的风险也显示为0啊，这就是一个不错的迹象啊。它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策略95%的可能表现之下，我们策略亏到1分不剩的概率几乎为0。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列就是我们的最大回撤百分比啊。虽然它绝对的这个在哪里？它绝对的这个最大回撤金额 max DD 都是这个3129啊，但是它所对应的这个百分比啊，却是天差地别的啊。那么当你使用这个初始本金是17500的时候，这个回撤是在10.97%啊。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他觉得这个数值有点大了啊，可能持仓的过程中心理上会有所煎熬啊。但是当你把这个，比如说把你的这个初始本金投入来到28万的时候，它的这个最大回撤就是1%了啊，所以可能你会觉得会更加舒适啊，就可以接受了。但是其实你的这个绝对的回撤风险是没有变的啊，都是3129啊。但是你这样操作的话，可能就是心理上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感觉我的回撤很小啊。好，那么总结一下这个破产风险表啊，它就是回答我们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最少需要多少钱才能安全的启动这个策略啊？那么答案就是看这个破产风险等于0的那一行，它所对应的初始本金是多少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应该投入多少钱才能够让我的交易体验最舒服，回撤最小啊？答案就是看这个最大回撤百分比啊，下降到你心里能够接受的范围时，它所对应的这个初始本金就是你应该选择的啊。但是请记住，你的绝对的这个回撤风险是一直都没有变的啊，都是这个数值。好，在确认了我们策略不会破产之后呢，蒙特卡洛模拟还有最后一个大招，就是这个叫什么预测和这个验证啊。那么它的作用是对未来进行预测啊，并对实盘进行验证啊，也可以用来解决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策略跑了一段时间了啊，最近有点回撤，我该不该停掉它啊？那么大家看啊，现在我们这个图表上它是处于一个预测的模式啊，这条蓝色的线呢，就是我们已知的一个过去啊。而从历史的这个终点延伸出来的这片红色的云朵一样的一个区间的话，就是 QA 基于200次模拟结果为我们计算出来的
未来可能性的一个区间。那么未来的这个真实的权益曲线有极大的概率就会出现在这片红色的云里面啊。那么它下方还有几个小字啊，一个小的表格啊，就是针对于这片云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解读。它清晰地告诉了我们，在未来接下来的488笔交易中，最好的结果我们是赚11292啊，然后最差的结果的话，我们是赚944美金啊。当然，它这里基于的采样是我们使用这个更这个严苛一点的这个重新采样，再次运行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里就相对来说比较严苛了啊，所以它给出的这个范围就更加的宽泛一些啊，也就是在接下来的488笔交易中，可能会赚13226啊，这是最好的情况。最差的情况下就是亏损负的902。这个预测呢，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期管理啊，它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幻想着策略只要上线就会一飞冲天啊，你也要做好它可能会暂时不赚钱，甚至小幅亏损的一个准备啊。所以它这里给出的这个盈利范围，才是我们应该用平常心去对待的一个真实的未来。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模式啊，那么这个模式呢，它就是一个验证啊，它主要的功能点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策略开始跑实盘了，那么如果比如说你跑了几个月了，跑了3个月了，那么最近绩效不太好，你心里可能就很慌了啊，你不知道该不该停啊。这时候你就可以切换到这个验证的模式啊，把这里的日期设置在你上架策略之前啊，那么 QA 就会画出当时对于未来预测的一个区间啊，然后把你这3个月的一个真实的曲线会直接画在这个云的上面啊，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2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实盘曲线的这个曲线是在云中运行的啊，那么就是不管你怎么波动，它都是稳稳的落在这个云之内啊。那么恭喜你啊，这就是一切正常，你的策略是完全按照统计的结果执行的啊，你就安心持有啊。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你的这个实盘的曲线它跌破了这个云的下边界啊，那么就是在暗示你啊，你的策略可能已经水土不服了，它回撤了啊，它的底层逻辑也有可能已经失效了啊，不再适应当前的市场了啊，市场风格发生变化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它就是建议你停掉这个策略啊，然后进行全面的这个复盘和检查。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啊，即便是在全样本的数据之下啊，这个曲线有时候还是会围绕着我们这个区间上上下下啊，一会儿进去了，一会儿又下来了啊，所以如果你以这种下架的规则、下架的逻辑去作为唯一的逻辑的话，那么可能就不是很客观啊，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结果。包括我们观察这一段的行情，它的走势，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是有发生过的，所以你并不能说明这个策略就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反转的一个概率啊。好，这就是这个 QA 里面的蒙特卡洛模拟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4个模块啊。那么这个功能点其实啊讲不讲都行啊，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鸡肋啊。但是我还是说一下啊。那么这个功能就是用来比对结果的啊，就是把同一个策略在不同平台上的表现放在同一张图表上进行对比啊。那么具体怎么用，就是首先在这个文件夹1里面，我们去放入这个从交易平台啊，比如说这个 MT4、MT5 啊、TradeStation 啊之类的啊，导出的这个回测结果，或者说实盘的一个报告啊，你把它放在这个文件夹下啊。然后第2个文件夹，它所要放入的就是我们在 Strategy Quant 和 Argo Wizard 里面所产出的一个原始回测文件啊。你把它放好之后，你点击这里的运行，
那么它就会把这两个报告啊，这两个文件夹中的报告合并成为一个投资组合啊，然后你就可以去进行比对了啊，就比较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有没有太大的差异啊。那么我为什么说它很鸡肋呢？两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文件夹2要求是 StrategyQuant 或者说 ArgueWizard 里面的原始回测文件啊。那么这两个软件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啊，他们是另一套很专业的这个量化工具啊，但是这个工具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用过啊，都没有用到啊，它是付费的啊，并且也可以说是不便宜的啊。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对比两个回测报告的差异啊，你是完全可以使用这个 load 功能，这个 load 功能把它们导入进来的啊。比如说我这里已经把 MT5 的这个回测报告和 SQX 回测报告导入进来了啊，然后你把它选中，点击这里的 Create Portfolio，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创建一个投资组合啊，然后你想怎么对比你就去对比就可以了啊，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行它是我们使用这个比对工具所产出的，然后这里是我们手动的去进行一个创建投资组合所产生的啊，它们所对应的这个结果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啊，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曲线的颜色上有相应的差异啊，但是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啊，所以我说它为什么鸡肋了啊，并且我觉得这种手动的方式还更方便一些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蒙特卡洛模拟和结果对比这两个模块啊。然后下一张视频我们再来讲这个 What If 和 Portfolio Master 的功能。那我们就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看着回测报告，心里冒出100个如果当初的想法？如果我连续亏5次就暂停交易，如果我动态的去调整仓位，手顺的时候加大仓位，不顺的时候降低仓位，如果遇到回测期，我冷静几天，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会更好还是会更差？你脑海中设计的场景有很多，但一想到又要改代码，又要重新的去把这些策略花个把小时去跑回测，瞬间就想放弃了。而今天我就给你介绍一个能让你在几秒之内完成这些沙盘推演的神器，就是 QA 的 What If 模块啊，并且我还会免费的分享3个我自己写的独家风控插件。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前面我们讲的这些模块大部分其实都是在分析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 What If 它的重点不在于说是去看过去，而是去改变看看如果我们当初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的结果会怎么样。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What If 这个情景模拟分析模块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你策略的一个沙盘推演它可以用来回答你很多个如果我这么做会怎么样的问题而且它的效率很高，速度极快你不需要去修改你策略的原始代码，也不需要去重新花时间去跑漫长的回测你只需要在这里勾选你想要做的项目，那么它就会在几秒钟内去验证你的一个假设，一个风控的思路，一个资金管理的想法是否会真的有效。首先 QA 它内置了一些简单好用的这个时间过滤器那么我们这里以一个这个奥日来给大家举个例子那么我们看一下奥日这个策略它的表现我们在这个交易分析里我们前几个视频讲过的在这个交易分析里发现这个策略在星期三的交易大概率都是亏损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在这个21点开始一直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内它都是很明显的亏多赚少这个概率是
比较高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What if 里面去验证一下我们的想法，去看一下这个结果，如果修改之后提升有多大啊？我们可以暂停我们刚才看到的星期三，还有这个21点一直到凌晨1点啊，这个区间的这个时间区间的所有交易，我们都给它暂停啊。然后选择好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 What if， 很快啊，基本上就在1秒钟之内，它就会帮助我们重新的去计算出这个结果啊，产生一条新的权益曲线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观察它的结果，分析通过这些改动对于我们策略的提升究竟有多大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奥日是最原始的结果啊，这里是我们做完 What if 之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净利润，包括盈利因子，还有这个最大回撤，尤其这个风暴比啊，都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啊。这就是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了一个沙盘推演，帮助我们快速的去验证了我验证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想法啊。那么除了具体的这个时间之外，你也可以分析这个策略它具体的每个月的盈利啊，然后可以通过你这种勾选的方式去暂停某个月的交易啊，去查看一下暂停一些水土不服期的情况，那么这个绩效究竟会有多大的提升。不过 What if 啊，它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下面这个区域啊，这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情景模拟规则啊，其中呢有几个是我自己开发的这个外挂啊，我今天刚好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你也想添加这几个额外的 QA 没有的功能的话，可以直接从我的公开资料中下载啊。那么视频后面我会介绍下载之后如何去加载到这个 QA 里面。好，先看第一个啊，也是我开发的这个第一个插件啊 ，Consecutive Loser Timeout 啊，就是连续亏损时暂停交易啊。那么它的逻辑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策略连续亏损数量达到多少次之后，就强制暂停交易多少天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冷却机制啊，就是当一个策略可能进入到了它不适应的行情，开始连续的回档时，那么这个规则就可以强制让它离场观望啊，就避免因为头铁而导致更大的亏损啊。那么我们这里就以这个日经举例吧，因为它前面我们讲过的，它是这几个策略中绩效最差的啊。我们就看一下加上这个冷却机制之后能否拯救它的这个成绩啊。那么这个参数填写的是连续多少笔亏损的一个数值，这里是连续多少笔亏损之后我们暂停多少天的一个数值。我们把它勾选上，选择这个日经。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执行的结果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净值曲线啊，这是最原始的这个净值曲线，这是它加上这个冷却机制后的净值曲线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策略的曲线的这个平滑程度啊是变得更平滑了，并且它的这个回撤的幅度也是变小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数值啊，这是最原始的，这是做完这个冷却机制的啊。我们看到净利润是得到了提升，然后交易笔数变少了，因为它暂停了一些交易嘛。然后它的胜率有所提升，盈利因子有所提升，包括这个最大回撤也变小了啊。然后还有这个风暴比 Return DD Ratio 也从这个 0.89 变到了 1.94 啊。那么可以看出来改善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并且这个策略的停滞期也是得到了减少。好，这就是我开发的第一个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个删除掉。第二个是 Drawdown Breaker， 就是回撤的熔断器啊。那么它的逻辑就是，一旦你账户回撤的幅度超过多少百分比之后，就会立刻触发熔断啊，就会暂停一切交易多少天啊，比如说这里的20天啊。那么它的作用就是从整个账户资金层面进行保护啊。那么它就是防止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你这个策略彻底失控了，就导致你这个策略不断的回撤的幅度进行加大啊。我们这里还是以这个日经来进行举例啊。
我们把它勾选上，然后这里是判断回撤的幅度，这里是一个初始的本金啊，用来计算这个捉档的啊，这里是暂停的一个天数，我们就使用20天吧，判断一下。先看一下这个资金曲线，这是原始的，这是做完这个回撤熔断之后的，可以看到也是有些提升的啊，包括我们看这里的盈利金额，还有它的这个盈利因子回撤，还有 return DD ratio 啊，这些包括这个stagnation 这个停滞期都是有所提升的啊。当然，它相比我们刚才所演示的这个连续亏损的这个冷却机制啊，提升来的并没有很明显啊，但是从数值上来看的话，确实也是有所改善的啊。好，这是我们第2个啊，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也还是我开发的啊，就是这个动态的资金管理啊。那么前面这2种它都是在做这个减法啊，就是剔除交易，而这个插件呢，它就是尝试去做乘法啊，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资金管理模型啊。那么它的逻辑就是，如果上一笔交易的盈利情况优于最近多少笔交易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平均水平啊，那么就说明策略当前的这个状态啊比较好啊，就是这个手比较热啊。那么下一笔交易我就会加大仓位，比如说下0.20啊。反之，如果这个状态不佳啊，它前一笔没有超过最近 N 笔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我就会减少仓位啊，只下0.13。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是试图去做到顺势加仓，逆势减仓啊。当然，这里的顺势和逆势是针对于我们的资金曲线的一个增长情况的啊，就是在策略顺利的时候去放大盈利，在不顺的时候去控制风险啊。那么这里的参数的话，我还是维持默认吧。然后这里的话，我们以一个这个投资组合的视角去进行举例啊，因为投资组合的话，它的交易笔数比较多啊，容易看出这个效果。好，执行完成之后，我们先来到这个交易明细这个列表啊，那么最开始的这20笔交易啊，这20笔交易，因为它的交易笔数不足以用来计算20笔交易的一个平均值啊，所以它这里还是维持的一个策略之前的一个仓位计算啊。但是从第21笔开始之后，它就是以我们账户净值的一个20均线来进行仓位计算啊，也就是在20均线之上的话，我们使用0.2手啊，然后在均线之下的话，我们使用0.1手啊，可以看出它确实是做出了改变的啊。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它们的具体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先看一下原始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这个资金曲线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差异不大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资金曲线啊。但是我们比较一下具体的数值的话，可以看到它的净利润，还有它的这个盈利因子，还有它的这个风暴比 return DD ratio， 包括它的 max drawdown 最大回撤，都是得到了提升。不过最大回撤好像变得更多了啊，所以它的这个 return DD ratio 才提升的不是很明显啊。不过也可以看出来，大部分的数值，大部分的这个视角来看，策略确实也是得到了提升啊。好，这就是我给大家提供的3个 QA 的外挂啊，其中第3个这个是参考了官方给另一个软件才有的功能啊，我把它移植过来了。那么如果你需要这三个功能的话，可以自行去下载啊。下载之后，你可以针对于自己的策略去进行测试啊，因为毕竟这种不同的手法啊，不同的控制方式，其实也是挑策略的啊。有些策略它就是适用，有些策略它就是不适用的。所以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如果有用的话，你可以加进去啊；如果没用的话，那么它也是帮你验证了一个想法啊。那么下载之后，具体是怎么挂载到这个 QA 里边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把我提供的这3个Java 代码，这3个 Java 代码都是有源码的啊，你把它复制到这个目录下，也就是你 QA 的安装目录下的 extend 之后这一长串啊，一直复制的，一直到最终的这个目录是 what if 这个目录。注意啊，一定是要在这个文件夹之下才可以的啊。如果你把它放在其他的目录，它就会加载失败啊，因为你只有放在这个目录下 ，QA 才会帮助你把我刚才展示的这个 Java 代码编译成为可执行的这个 class 文件啊。这个写过
Java 代码的同学应该是很熟悉啊。当然，如果你没写过的话，你只需要知道你把这3个文件放在这个目录文件夹之下啊，那么 QA 就会帮助你自动的进行编译。那么复制好之后呢，你通常还是看不到它的啊，你需要把这个 QA 关闭再开启，也就是重启一下你的 QA， 你才会在这个 What If 里面看到这3个菜单。那么这种方式它是不管你是 Pro 版本还是免费版本都是可以这样用的啊，都是可以使用的。好，那么再接下来的话就是官方内建的一些模拟情景啊，我们大体的去做个分类啊，做个介绍。那么第一类就是我们的这个交易行为和周期的一个过滤器啊。那么这类工具它就是用来给你的策略做行为矫正和精准切片的啊。第一个这个 Bidirection Only Long 啊，它就是用来测试你的这个策略是不是偏向于单向的操作。它的实现逻辑也很简单啊，就是它会便利所有的交易。如果你这里选择的是 Only Long 的话，那么它就会把所有类型为 Short 的交易全部删除掉啊。那么它的应用场景就是，如果你的策略在多头和空头方向上表现差异比较巨大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去分别看看只做多或者只做空它们的表现如何啊。这就是帮你判断，到底是应该优化弱势的一方，还是干脆就是扬长避短，只做一个方向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个 Take Trades from Start Time to End Time 啊，这里就是仅交易指定周期内的订单啊，这里就是一个时间切片的工具啊。那么它的逻辑就是会剔除掉所有这个开仓时间和平仓时间不在你所设定的这个日期范围内的交易啊。本质来说，其实它就是想做一次这个样本外的压力测试啊，看看你的策略单独在某一年的表现究竟如何啊。然后是第二类啊，第二类的话，它就是鲁棒性和运气的测试啊。那么这类工具它就是测试你这个策略的一个稳健性啊。那么第一个 Exclude Trades with Biggest Profit 啊，这就是剔除多少笔的最大盈利的一个交易啊。那么下面这个它就是判断你最大盈利的按金额还是按百分比还是按这个点数啊。那么这个它里面背后的这个逻辑，其实我之前单独出过一期视频用来讲解啊，就是它的实现方式就是先把所有的交易按照盈利的金额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然后从头部开始删除掉你指定的这个数量的盈利最高的策略啊，所以它就是在检测你策略盈利的这个可持续性啊。如果说去除掉1-2笔这个运气爆棚的交易记录之后，你这个策略就崩了，那么它大概率就是不具备这个实盘价值的，它只是一种幸运的结果啊。然后它下方的这个 lowest profit 啊，就是它的一个反面啊，就是帮你分析这个策略的一个相当于是潜力的上限啊。那么它的逻辑也是类似的，就是按照盈利金额排序啊，但是它是从这个从小到大开始排序啊，然后删除掉盈利最小的多少笔交易啊，就是帮助你判断策略的主要的风险来源啊。如果你说剔除掉1-2笔极端的这个亏损之后，回撤大幅度的减少啊，然后其他的盈利因子啊或者夏普比例啊、风暴比大幅度的飙升啊，那么就说明你这个策略之所以表现不好的原因，可能是出现在一些极端的止损，或者说一些黑天鹅的这个风险敞口上啊，那么就说明你这个策略其实还是有价值的。好，那么这个分类之中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 take every second trade 啊，就是每隔一笔交易一次啊，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降频的工具啊，就是通过开启这个开关之后，那么它在便利你交易列表的时候，它会交替的去删除交易啊，就是只保留一半交易的一个结果。如果说剔除出一半的这个交易机会之后，你策略的这个核心的盈利逻辑啊依然存在，依然表现良好，那么就说明这个策略还是挺稳健的啊。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三类啊，就是规则与频率的限制啊。那么第一个这个 exclude overlapping trades 啊，那么它的目的就是模拟单线程的交易啊，它会确保你的交易记录里面每次只有一个仓位啊。那么它的逻辑就是它会记住你上一笔交易的平仓时间，如果下一笔的这个开仓时间比上一笔的平仓时间还早，那么你这就是一笔重叠的交易啊，在时间上重叠的交易。那么开启它就会删除这些重叠的交易啊。
它的应用场景就是当你的这个资金管理模型它是不支持多仓位的，或者说你就是单纯的想降低这个账户在同一时间的这个整体的风险暴露敞口时，那么这个功能就是非常有用的啊。那么同样的这种降频的操作，还有这个 take maximum 多少 trades per day 啊，这也是属于一种更精细的一种降频啊。那么代码的话，它会检查每笔交易的这个开仓时间啊，并且给每天都设定一个计数器，一旦当天的这个交易次数超过你用户设定的这个计数的一个上限的时候，后续的交易就会被全部删除掉啊，就是限制你的这个交易频率啊。好，我们再看第4类啊。那么第4类的话，我认为就是一些做数据清洗啊，或者说修正的一些逻辑啊，跟我们策略的常规逻辑来说，它们其实相关性不大啊。那么第一个这个 remove balance transactions 就是移除出入金的记录啊，因为某些这个交易报告啊，它会把出入金也当成一笔交易啊，那么这个记录的话就会干扰我们纯粹的这个交易逻辑啊。那么你开启这个功能的话，它就是删除掉那些出入金的记录啊，就帮助我们保持这个数据的一个准确性啊。然后它下面这个 remove pending trades 啊，就是移除那些没有被执行的一些挂单记录啊，它同样的是在做这个数据清洗啊，就是剔除掉无效的一些订单。然后第3个 remove zero trades 就是移除零收益的交易，比如说我们在计算一些盈亏比时，可能这个不亏不赚的这种交易可能会造成干扰啊，那么使用这个功能的话，会剔除掉这些无意义的交易。好，最后一类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资金和头寸的一个模拟啊。那么第一个这个yields多少这个 initial balance 啊，它就是让你使用多少金额作为一个初始金额啊。当然它这个功能不是说纯粹的只改变一个初始金额一个数值啊，它的代码逻辑就是它会根据你新的这个初始金额和旧的初始金额计算出一个缩放的比例，然后把每一笔交易的手数和盈亏都乘以这个比例啊，就是模拟不同资金规模下的这个策略表现啊。比如说你把这里的这个初始资金从1万调到2万，那么它就会假设你每一笔交易的这个手数，包括它的利润、盈亏、亏损都会跟着进行翻倍啊，就这么一个功能。然后最后一个功能 yields fixed loss 就是使用多少手的固定仓位啊，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工具啊。那么策略它这个功能的逻辑就是它会便利每一笔交易，然后根据原始的盈亏除以原始的手数计算出每手的一个盈亏，然后再乘以你这里所设定的这个新的这个固定手数，就得到新的一个盈亏啊。它的应用场景可能就是横向的去比较不同策略的这个阿尔法的能力啊，就是让他们都使用同样的这个仓位基础上去进行横向的一个比较啊。好，那么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已经把 What If 里面所有官方自带的这些功能，包括我所提供的这3个功能，它们都是做什么的，具体怎么用啊，给大家解释了一遍啊。希望这个详细的解释能够帮助大家在未来更好的去利用这个沙箱推演工具。前几个视频我们所有的分析都还只局限于单个策略的体检和优化，但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策略能够在所有的市场中永远有效，孤掌难鸣。那么如何才能打造一个穿越牛熊、长期稳健、风险对冲的常青树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讲 QA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投资组合大师 Portfolio Master。这个模块的任务就是从你的一堆，比如说我这里总共有19个候选策略中，自动的、智能的去筛选和组合，帮你打造出最强的策略军团。你可能会说，我自己手动的去把这些策略组合起来不就行了吗？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要接受这种方式啊，这种手动方式有它的这个局限性啊。当你有19个策略备选，想从中挑选出4到12个来进行组合时，你知道有多少种可能性吗？看这里啊，总共是47万9千多种啊，这个数量级靠我们人脑去计算的话，你是永远找不到那个最优解的啊。
而投资组合大师就是用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组合爆炸的问题的。简单说一下它的概念啊 ，Portfolio Master 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能从众多单一策略中通过自动化啊，不管是暴力演算或者说基因遗传算法，不管是哪种方式，它可以筛选并构建出满足特定风险收益目标啊，比如说最大化的这种回撤百分比啊，和多样化的要求啊，比如说是行业的多样化，或者说品种的集中度，或者说是策略之间的相关性啊，不同维度的这个多样化的要求啊。那么这个过程就像是组建一支明星的足球队啊，我们不仅要挑选出技术最好的球员，还要确保他们的位置是互补的，配合是默契的啊，并且在不同类型的赛场上都有人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啊，从而让整支队伍的综合实力远超个人能力的简单叠加。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啊 ，Portfolio Master 啊。那么它的设置啊，就像是在下达一种命令啊，就像是你旁边有一位这个冠军的基金经理，你要给他下达命令，你要给他制定你的要求，你的策略军团的标准啊。那么搜索这种计算的方式呢，它有2种方式啊。第一种的话就是暴力破解啊，这是一种地毯式的搜索方法啊，它会勤勤恳恳的去尝试每一种组合啊，也就是这里的479332种组合，它全部都会尝试。这种方式是非常彻底的啊，但是当你的这个策略数量较多时，你的计算量就会变得极其的庞大啊，就是非常的耗时啊，这个数值基本上是你运行不完的啊。所以 QA 提供了另一种更高效的基因遗传算法啊，那么它背后的技术就是生物学的这个基因遗传进化理论啊。这个理论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啊。其实它不仅是可以用在这里啊，用作这个 Portfolio Master 啊，它也可以用来开发策略啊。但是鉴于它解释起来的这个复杂性以及时间关系啊，所以后续的话，我会放在内部课程中，根据具体的案例来详细的进行讲解啊。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只需要知道它的大概用法就可以了啊。那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它会先随机的生成一批初始的这个投资种群，然后通过类似于生物学的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让表现更好的组合去繁衍下一代啊，逐步的进行迭代，最终找到最接近的最优解的组合啊。那么它的速度就要比暴力破解要快得多，高效得多。那么它具体是怎么使用呢？就是点击第2个选项，然后旁边这里有个Settings 的按钮啊，它可以配置基因遗传算法的一些细节啊，但是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不会一个一个参数的进行讲解啊，大家使用官方默认的这些设置就可以了啊。当然，如果你对于这里的设置有自己的理解的话，你也可以自行的进行设定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一块的话，就是针对于我们策略规模的一个设定啊，我们告诉 QA 我们想要的一个投资组合它的规模是多大的啊。比如说我这里设定的一个投资组合最少要有4个策略，最多只能有12个策略。然后再接下来这个 maximum portfolios to store in databank 啊，下方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 databank 啊，我这里是没有投资组合的啊，它这里就是让你定义 databank 的一个最上限啊，也就是你最多需要多少个投资组合。那么这个具体的值其实取决于你电脑的内存大小啊，然后我们这里举例的话10个就已经足够了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考核标准啊，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定义什么是最强。这里的话，我们就选择这个 Return Drawdown Ratio 啊，这个收益回撤比、风暴比、采收率啊，你不管叫啥都行啊，就使用这个指标作为唯一的一个考核的 KPI 啊。然后在下面我们先看这个 Data Range 啊，它就是定义的数字范围啊，就是定义计算和评估我们的投资组合的历史数据时段啊。我们这里就以这个全部可用的数据作为举例啊。然
然后这里它还有一个扇形区域的一个限制啊，这里就是用来限制你单个投资组合中来自同一扇区的策略数量啊。它用来定义这个同一扇区。什么叫同一扇区？它可以是一个行业，可以是一种风格啊。那么它如何用来作为计算的依据？就是使用这里的这个 note， 这个 note 来作为是不是属于同一领域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啊。这个值的话，就是完全取决于你对于行业或者说对于策略类型的一个多样化的需求。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点击这里的这个 settings 啊。我们看一下最关键的设置啊，也就是分散化的一个规则啊。那么，如果是一个球队的话，我们肯定不希望里面的这个明星球员他们的风格太像啊，否则的话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他们只能打一种类型的比赛啊。所以我们必须加入一些分散化的规则。那么这个参数它设定的就是最终选出的这个投资组合中，任意两个策略之间的这个相关性不能超过 0.3 啊。那么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计算相关性呢？你可以是这个盈利和亏损，也可以是按照具体的这个时间级别小时啊、每日去计算啊，每周啊，或者是每月去计算的方式。那么它这里就是保证我们队员之间的相关性都是低相关性的啊，这样才能实现这个风险对冲啊。然后这里的 negative correlation 啊，它就是是否允许负相关啊。然后这里的这个按钮，它就是定义是否要添加空的周期啊。那么这个空的周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盈亏比的数值计算啊，所以建议不要勾选它。好，然后再接下来最后一块的设定的话，就是 filter 啊，这部分是整个环节的一个最后一道关卡啊，就是用来剔除不满足最低性能指标的一个投资组合啊。注意，它这里是剔除的关系啊，不是满足的关系啊，因为我知道市面上还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软件啊，但是它这里是做的相反的，就是你这里什么样的条件不满足，它才会给你放在这个 portfolios。如果满足的话，它就直接剔除掉啊，所以它跟我们常规的常识有一点相反啊。那么在这里的话，你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啊。那么当一个投资组合被构建完成之后， QA 就会检查这个投资组合的各项指标是否满足这里的要求啊。那么如果满足的话啊，那么这些策略就会被丢弃掉啊。比如说我们这里给它设定一个条件，设定的就是 return DD ratio 要小于10啊，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这里生成出来所有投资组合，如果它的 return DD ratio 是小于10，那么它就不会出现在我们下方的 data bank 中。好，那么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设定的规则都设置完毕之后啊，我们只需要点击这里的开始计算按钮啊，然后你就可以去泡杯咖啡啊，或者干什么的啊，等待你的这个冠军基金经理帮你完成这些成百上千次的运算啊，最终把得分最高的那10个投资组合呈现在你的面前啊。当然它是一个动态的啊，就是它会随着你每分每秒的变化，它会组合成不同的这个前10个的这种投资组合。时间关系，我这里就先停止了啊。我们假设它就已经运行完了啊，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结果啊。首先我们看下面这个列表啊，这就是 QA 为我们筛选出的按照 Return DD Ratio 排名的得分最高的前10个投资组合啊。但是因为我这里是提前把它终止了，所以它会掺杂一些它途中计算的这个投资组合，可能就超过了10个啊，就17个了啊。那么这里的每一行都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由多个策略所组成的一个投资组合啊。那么第一列这个策略名称就告诉了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投资组合，它是由
我们最初的这19个策略中的哪几个所组成的啊，包括大家也可以看这里的 symbol 啊，它也会帮助你列出来啊。而后面的这些参数啊，比如什么净利润啊、稳定度、最大回撤百分比啊，还有这个什么 return DD ratio 啊，这些等等等等啊，它展示的就是整个投资组合打包后的一个综合表现啊。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理论上的10个优中选优的组合中挑选出一个最符合我们风险偏好和盈利目标的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深度分析啊。那么我这里是使用这个 return DD ratio 来对它进行排序，我们就挑选一个主观意义上表现最好的一个投资组合来看一下啊。我们双击它。好，当我们选中一个投资组合之后，我们来到这里的 portfolio correlation 啊，我们让它计算一下，它就会帮助我们展示出这个投资组合它的一个相关性的分析报告。它会告诉我们，你挑选出来的这些策略，这些不同的策略之间，它们的相关性到底低不低啊？能不能做到风险对冲啊？那么它这里是以一种颜色的形式来进行展示啊。那么官方的是小于 0.4 的，他认为是低相关性啊。0.4 到 0.7 的，0.7 的是一种稍微有点高了，中等吧。0.7 到1的话就是属于非常高的相关性了啊。那么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其实就是最左边这一块，最不希望看到的也就是相关性最差的一种方式就是最右边的这一块啊，也就是越绿越好，绿的话就代表低相关性啊，那么它代表的就是强强联手啊，效果会更好。而红色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把所有的都选中，创建一个总的投资组合。而这里这种红色的就代表的是非常高的相关性啊，那么它的风格就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一个策略赚的话，另一个策略也必定会赚啊，就是相关性是非常高的啊，这种。那么这种方式，那么这样的组合就不是我们所希望能够看到的啊，而像这样的画面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啊。比如说这里的这种相关性为0的，那么就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完全的不相关啊，意味着当一个策略在亏钱的时候，另一个策略很有可能是在赚钱啊，或者最差的结果就是它另一个策略不要亏钱啊，那么它们之间就能形成一种完美的这个风险对冲。所以它这个相关性的一个矩阵，其实就是我们这里设定的这个0.3的一个最终成果。好，以上就是 QA 的投资组合大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QA 里面的最后一个模块啊，终于到最后了啊，它是我们放大策略收益的重要一环啊。那么它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钱到底应该怎么下注，才能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模块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直接啊。首先我们给它设定一个初始的本金，比如说3万美金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右边的这里的这个菜单栏进行添加各种各样的经典的资金管理方式啊，让他们同台竞技啊。那么我这里是已经把3个啊，它这里你们打开的话，应该是有一些 QA 默认的一些选项，我把它们都删除了啊。然后我是把这里5个项都依次添加到下方的这个列表，然后我们逐个的来看一下啊。那么第一个的话，这里是策略最原始的一个资金曲线啊，这个我们不能改啊，也没有必要改啊，它作为我们比较的一个基准线啊。然后第二个这个 fixed amount， 它是固定金额，它会保证你每一笔交易的潜在的一个亏损金额是一个固定的数值，那么 QA 会根据这个风险金额反推出应该下多少手啊，那么它是一种线性的风险管理方式啊。然后第二个这个 fixed size 啊，它是固定手数的啊，那么这种方式它是所有方法中最简单最基础的一种啊，
无论你的这个账户资金是多是少，无论你的策略是盈利还是亏损了，每一笔交易它都会使用完全相同的一个手术啊。这个是当你想要公平的对比不同策略的阿尔法能力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使用这种固定手术的方式啊，让他们站在这个同一起跑线，然后去比较啊。然后它的话，它不是一种复利增长的啊，它的风险并不会随着你资金增加而放大啊。好，再接下来这个 fixed amount 啊，那么它与我们第一个这个 fixed amount 它们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啊，可以说它是针对于这个 fixed amount 的一个更精确、更专业的一个版本啊。那么同样的，它的目标也是让每笔交易承担固定的美金风险啊，但是它的计算方式会更严谨啊，并且它需要你提供这个单笔交易的一个止损距离啊。然后是这个 risk fixed 的百分比啊，那么它是基于账户余额的百分比啊，它是一个复利的模型啊，但属于简化的版本啊，就是让每笔交易所承担的风险是你当前账户余额的一个固定百分比啊，因为它这里是 balance 啊。那么随着你余额的增长，你所承担的这个风险金额和交易手数也会相应的增长啊，从而实现一个复利的效果啊。然后最后一个它是最经典、最常用也是最激进的一种复利模型啊，它就是让每笔交易所承担的风险是你当前账户净值的一个百分比啊。那么它与我们前面刚讲的 balance 的主要区别在于，它考虑的是包含浮动盈亏的账户净值的百分比啊，并且它的计算方式会更加的严谨啊。那么它不仅可以只使用这几个，你也可以针对于不同的百分比来去进行增加啊，就是你想设多少种都是可以的啊，并且这里面的数值的话，你也可以自行的去进行修改啊。那么我这里的话就不再一一的去设置它们的参数了啊，毕竟我只是举例说明啊，所以我们维持默认即可啊。但是我把这个先删除掉。那么具体的，你们可以去尝试针对于你们的策略、你们的投资组合执行不同的一个设定啊。好，勾选好之后呢，我们就点击这里的运行，然后它就会给我们呈现一个资金曲线的一个结果啊。那么这条最深的这个深蓝色的线，就是我们策略原始的，不带任何的也不是说不带任何的，就是策略最原始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上面这些红的、黄的呀、橙的，这里就是其他设置项的一个结果啊。能够看出来啊，相比较这个原始的策略曲线，它们最起码从收益的结果来看是天壤之别啊。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策略再搭配一个适合的仓位，你的绩效就可以提升好几个量级啊。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分开的进行观察啊。可以看到这个 fixed amount 500的话，它的资金曲线感觉从肉眼识别上来看，应该是最好的、最优秀的啊。当然也不能全看曲线啊，光看收益了啊。你也可以从第三个这个 results 这个页签中去详细的对比它们的这个属性啊。当然更具体的，你可以把它选中，然后点击这里的 move to databank 啊，然后它就会帮助你，它就会帮助你把这里的在这个投资组合下的这个策略状态给你复制到这个 simple strategies 啊，然后你就可以双击来根据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些内容去对它进行更详细的一个分析啊。好，那么到此为止啊，我们的 QA 就总算是讲完了。
可以说是比较详细了啊。那么这种视频呢，其实我个人也是知道啊，看的人不多啊。凭我个人的能力呢，我也很难说把它讲得很有趣啊，那么引人入胜啊。好，那就这吧啊。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啊，支持我做更多的类似的内容。好，拜拜。